大家好，这里是阿莱夫，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是一个大众占卜视频。今天大众占卜的主题是分手断联的那个他还有什么没有对我说出口的话。这个他呢，我们限定是浪漫关系，可以是你们发展过任何形式的浪漫关系，也可以是你们之间只是有浪漫的情愫。那现在呢，我已经给大家抽好了3组，只是你们双方能量状态的牌卡，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大家可以从牌背的感应进行选组。如果没法从牌背选组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参照物，分别是这个一个猫猫玩具，这是第1组。然后这是一个宝可梦卡牌的头子，这是第2组。然后这是一个软木塞，是一个蜂蜜酒的软木塞，这是第3组。那大家就想着你心中的那个人，然后选择最有感应的一组吧。我们分组见了。嗨，第1组的朋友，你们好啊！你们选的是这个猫猫玩具。我现在呢已经把标识你们双方能量状态的6张牌分为了左边一组和右边一组，它们分别对应到你和你所想的这个人，但是呢并不确定，分别对应到谁，就是你可能对应到左边，也可能对应到右边，你可以在我接下来的讲述中自行进行判断。如果你觉得好像两边都不太像你，你可以看一下别的组。或者是如果你觉得好像两边都有点像你，那你和你想的这个人呢，你们可能是一个互为镜像的关系，可能你们，自己的很多特质投射到了对方身上。那我们来进行讲解吧，就是我把这六张牌摊开之后呢，我第一个让我注意到的点就是右边这一组，它是3张大阿卡纳，而且还是愚人牌、力量牌和平衡节制牌。就让我觉得好像这3张牌都甚至不是在描述这个人的特质，而是在描述这个人的课题，这个人的人生的使命。就是这个人的人生就是要去体验、去冒险、去探索、去发现自我，然后去经历不同的经历，去看到，嗯复杂性，去看到善恶、美丑所有的方面，然后最后他要把所有他所经历的一切，所有的这些二元性在他身上进行整合，然后让他们合一，就有点有点像悉达多，就是一个悉达多式的人生。我当时看到这3张牌我都震惊了。然后左边这一组呢，抽到的是宝剑4，圣杯3和魔术师，就感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能说会道，而且是朋友中的调和剂。就有这组人在的社交场合呢，嗯，永远都会有很好的氛围，而且这组人又很能平衡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如果有朋友闹矛盾，就是会第一个想到找这个人来协调。虽然这个人他在社交场合，他可能很会表达，很会说话，但这个人他好像不太会轻易透露自己的内心。这里这个宝剑四，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他这副牌里面的宝剑四，它是一个，会魔法、有灵性的女性，然后但在那个女性被视为女巫、被猎巫的时代，然后她就只能躲到这样一个山洞里面去和地母进行沟通。就是这个人他是有比较强的防御性的，但他的防御性是因为他可能受到过一些伤害，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他不太友好，所以他不会把所有他的
真心都吐露出来。但这个人他其实是很希望有一个人，他可以和这个人互相表露真心，他是有这样的期待的。但是他可能在他的社交场合里面，他必须要去扮演那个协调人，扮演那个法官的位置，所以他在社交场合里面，他是一个，嗯，中立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所有人都喜欢他。但是他其实内心想要的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他想要的是可以有一个人让他可以，有安全感的、毫无顾虑的去吐露自己的内心。然后我就觉得这两组的搭配就很有趣，就因为这一组的人他右边这一组的人，他们就是注定是要去冒险的，他们注定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停留的。而左边这一组的人，他们很想要的是这样一个安全感，这样一个唯一。因为他们真的人缘很好，很聪明，很受欢迎，就他们已经周围有很多个嗯，很多个群体，很多个复数，但他们想要的是那个单数的一。但右边这个人，他又是一个有他的人生使命去冒险的人。就甚至我觉得右边这个人他身上有一点点佛性，就真的很像让我想到了悉达多。唉，我觉得，来看这个视频的你们很有可能是左边这一组吧，因为我觉得右边这一组这个人他应该不会把注意力停留在过去的关系上。唉，那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份很沉重的关系，对于左边这个人来说。但这又不是右边这个人的错，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去不断去体验的，所以就让我觉得有一种悲剧色彩，这段感情。哎，那我们来看一看现在那个你想的那个他，他是如何看待你们过去的这段关系和你们。嗯，我们把牌这样摆开就比较方便。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想的这个人，他目前当下如何看你们过去的关系和你们这个人？哎呀，嗯，天天啊，圣杯王子、太阳牌和恶魔牌，就他们觉得他们很喜欢你，很喜欢你们，然后也觉得你们的关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但他不想要，他不想要关系，他不想要稳定的关系，他不想回到稳定的关系中，但不是因为你们，而是因为他就是不想要关系本身，而是不想要你们。他们觉得你们非常好，非常聪明，非常耀眼，和你们一起玩很开心，他们非常喜欢你们，但是他们不想要被任何的关系所捆绑。哎，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难评，就是右边这一组吧。我现在觉得你们应该是左边这一组，我觉得右边这一组这样的人吧，你也不能去评价，去说他对或不对，但可以肯定的是，就是他们的伴侣如果不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真的会很受伤，唉，就很难评。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没对你们说出口的话吧。星星牌，
宝剑六，隐士牌。他们希望你们也去追求你们的人生使命。天呐，这是什么样的孽缘才会让你们遇到这个人呀？他们觉得你们不应该停留在，你们不应该停留在对亲密关系的执着里面，你们的生命有更高的层次，你们要去探索那个更高的层次。因为他觉得你们是非常具有智慧的，你们非常的聪明。唉，天啊，我真的就是看到这个有点扎心，就是这个人他觉得他希望你们也去追求亲密关系之外更高的、你们真正的人生使命。难道他就不能允许别人把亲密关系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吗？哎呀，真的有点扎心。来看一下他们还有什么要说的话。他希望你们就是去专注到你们的现实生活去做，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幻想。还有什么？唉，他们希望你们把重心专注到你们的现实生活具体的事物中，要对他祛魅。他觉得他其实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而你们自身就已经很圆满了，你们不需要他，你们不需要多一个人来给你们的生命增加丰富的层次，你们自身已经很丰富了。就希望你们对他这个人，对亲密关系祛魅。我觉得这一组我真的很难评，因为这个人，我觉得首先我没法从对错这个角度去批评他，但我又，哎，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曾经的这个伴侣受到的伤害真的是很沉重的，但你又不能用对错去评判他。那他还有什么没说的话吗？他觉得你们很强大，很耀眼。他很感谢你们，他很感谢你们给他带来了很多，对世界不同的理解。他很感谢和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他觉得你们特别的优秀，特别的强大，特别的有吸引力。他觉得你们有能力可以做更多更好。他想说谢谢你们，而且他其实也挺崇拜你们的。唉，这组的朋友，我能体会到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说有多么的沉重。但我觉得这个人说的也没错，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确是很优秀、很耀眼的存在，就是没有他们，你们也已经足够完整了。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吧。
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说的意义就是让你们蜕变。哎，我真的觉得很沉重，很沉重的能量。就是这里这个死神牌，就是你们只能抛下你们的过去，你们才能走向未来。就是它这个死神牌，虽然它有很沉重的天蝎座的能量，但它这里，其实它包括的是天蝎座的3个层级，就是低阶的天蝎座是蝎子，然后中阶的是蛇，然后高阶的是老鹰。就你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蜕变，就是死过一次，这样对，这里的死是打引号的，就是死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你们才能变成那个高阶的老鹰，才能不沉溺在那个对过往的悔恨、怨念这样的情愫中，你们才能变成那个自由翱翔、看到更高、更广阔世界的老鹰。就是这段关系就是要教会你们去成长。而且这里这2张4号牌，就包括他想对你们说的话里面的这张4号牌，这就让我觉得，就是你们自身真的，你们的自我是稳固的，你们不是那种焦虑型的伴侣。就这段关系，它要带给你们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稳固的自我。就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然后你们可以从你们的所有安全感都可以从自身身上去获取，你们的价值可以从自身身上去获取，你们不需要依托于任何一个他人。这段关系就是让你们去蜕变，去真正的爱自己。就当你知道，如何独处，当你可以接受我作为单独的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存活的时候，你们就能遇到那个你们想要的，真正能够理解你们、包容你们、让你们敞开心扉的伴侣。就是前提是你们的自我要立住。哎，这组朋友我真的就是解读到后面，我都有点喘不过气了，这太沉重了，太沉重了。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生机的能量，就是这个死神牌，它是在转变，在摆脱过去，在成长的，而且你们自身是优秀的、完整的、坚固的，那就祝福你们吧。这就是这一组的解读了。欢迎第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个骰子。嗯，我已经把标识你们双方能量状态的牌分成了左边一组和右边一组，它们分别对应到你们2个人，但是就是不确定分别对应到谁。你有可能是对应到左边这组，也有可能对应到右边这组。大家可以在我接下来的讲述中来进行判断。如果你觉得好像两边都不太像的话，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别的选组。如果你觉得两边都跟你好像有一点像，那可能你和你想的这个人，你们就是一个互为镜像的关系，就你们在对方身上会有很多自己的投射。那我们就开始讲解吧。左边这组抽到的是权杖五，宝剑九和圣杯六。就我看到这个牌，我就觉得好像是非常的沉重的能量。就这边这一组的这个人，他身上是有很深的创伤的，而且这种创伤是源自于，就像这张牌描绘的一样，就是可能在你还是很小，甚至婴儿时期就已经留下的创伤。然后他一直，他很深也很隐蔽，可能你自己都察觉不到，但是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再强调一下，我刚才说的你，不是指你这个人，而是说这一组对应到的人，他可能对应到的是你想的那个人。就因为有这些创伤呢，然后这组的这个人
他首先他内部的冲突是很强烈，就是内耗是很强烈的。然后他也对这个世界、对人、对事，他都感觉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可能经常会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角度，就他不是有意识的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角度，就是嗯，会自然而然就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角度，然后于是他嗯，就像这张，宝剑九里面，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它具有一个两面性，它可能是中间这个被围攻要被献祭的女性，她也可能是周围这一圈的这些要去献祭她的人。就是因为她受到了太多创伤、太多伤害了，所以她也会用这种防御式的攻击的方式去对待世界。我觉得这一组对应到那个人，他可能会经常说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你就是永远无法理解我，然后开始对你进行一番批判。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本意不坏，他们只是有太根深蒂固的创伤了，这些都是一些防御性的行为。然后我们再来看右边这一组，是权杖六命运之轮和星币女皇。然后这一组就是，呃，跟左边这一组相较起来，他会在情感上会显得更成熟。就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可能是更顺畅的，相比另一个人，这个人他的人生经历会更平坦，然后也会受到更多外在的支持，就是被保护着成长起来的。另外这边这个人呢，我感觉就右边这个人呢，我感觉他可能就在年龄或者是在人生阅历上也会更加丰富。然后他现在是一个有非常稳定的内核，就像这个新币皇后一样，就是他能够像母亲一样的去照顾别人。然后这就很有趣了，因为左边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牌，就他的创伤可能来自于他童年时期一个很有控制欲的母亲，或者很有控制欲的照料者。但是这张牌呢，又是好像他的安全感来源，就是他需要一个，像母亲一样可以照顾他的人，去融化他的人。而右边这一组就是不管你性别是男是女啊，就是右边这组他身上都有那种母性，然后这就正好是左边这组人所需要的。所以我可以想象，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会有这样浪漫关系的纠葛，就是因为就像瞌睡遇到枕头，右边这组人所能提供的，就正好是左边这组人所需要的。但因为左边这组人受到的创伤太深了，所以他就不是有意的，但他会给右边这组人造成的伤害，就即使右边这组人是一个已经内核非常稳定的人了，但是这种伤害他都很难就是一直持续，就是没有人可以一直受伤。嗯，唉，这一组感觉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能量。那我先把这个牌摆开，这样我们就比较好看。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你想的这个人，他对你们这段关系，对你们过去这段关系，以及对你们是什么样的看法。那目前你想的这个人，他对你们这段关系和对你们是什么样的看法？啊，填一个吊人牌，一个死神牌，有点沉重。然后这里又是天蝎座的能量，就是他们对这段关系正在处在疗伤的过程中。他就是之前这段关系所造成的伤害还在延续，但是他们现在在疗伤的过程中。就是如果这组朋友是想要复合的话，
我觉得短期内就是你们不要主动去联系这个人，因为他现在想要的是，停滞，就是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整理、去回味、去走出过往的创伤。就你们不要在短期内去联系他们。但是这个牌虽然说它有死神，它要切除一些过去的负担，但是我能看到他对你们的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并不是说他要完全切除掉你们在他们生命中的位置，他们只是想要切除掉他们可能是一些对待亲密关系的模式，就是或者是他的为人处事的一些模式，他要和旧的一些模式告别。我现在很好奇你们过往到底经历了什么，就是真的感觉很痛，这个牌让我感觉很痛。我相信就是你们也是一样的很痛。我觉得这个牌这3张牌抽出来，我甚至觉得它不仅仅是对方的看法，同样也是你们的看法。你们也是觉得这样的创伤，这段关系带来的创伤还在延续，然后但是你们也是正在疗伤。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有什么没有对你说的话。哦，啊，虽然说这段关系很痛，但是这3张牌又是给人很明媚的感觉。他们觉得你嗯，他们觉得虽然说这段关系给双方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在，抛开那些造成伤害的事之外，和你相处是非常愉快的。他们很喜欢和你的沟通，就他们觉得你很有很有智慧、很有趣，他们觉得和你可以非常顺畅的沟通，就是他们很在意这点，他们很喜欢和伴侣之间可以，有点像他说一个笑话，然后很多人都听不懂，但是你能听懂。他非常喜欢这个，然后他也觉得和你一起做事情是开心的。他其实很想和你一起策划未来，他很想把你当做他的终身的伴侣。他其实，唉，为什么今天这个牌都有点沉重呀？就如果可以，他是希望你可以作为他终身的伴侣的，但是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的确又是给双方造成了很多创伤。唉，看一下他还有什么要对你说的话吧。塔宝剑王子和宝剑十，就是他觉得他其实他也很痛苦，他和你结束这个关系是完全出于理智的决定，就是他不希望双方再受伤了。嗯。但是他对你们其实是有很强烈的生理上的喜欢的，他们甚至嗯，就是那我就不说了吧，就是为了过审，就你们懂的。但他们就是和你们他们选择和你们分开，是出于理智的决定，他觉得这样对双方都好。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调节牌。宝剑骑士和权杖二，他们希望你们可以照顾好自己，可以
快速的从这个创伤中复原过来。唉，他们觉得很心疼你们，他们也很想要保护你们，但是他觉他觉得对不起，他不能再保护你们了。这组的朋友就是这个人，我觉得他真的对你们各方面都还是很有感情的，但就是因为像我说的，就是你们现在双方都需要这样一个疗伤的阶段，所以就是你想要复合的话，短期内不要去联系他们，然后你也要给自己这样一个时间。就尤其他这里的死神牌，就是给你们提示，如果你们是，左边这一组的话，你们真的要去，嗯，关心一下你们这个童年留下的创伤是什么。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去做一下心理咨询，就是因为死神牌说的就是你必须要和你过往的模式说再见。就是我觉得你们和这个人要以后将来能够有再复合、再继续发展的机会的话，你们必须要去变成一个新的自己，你们必须要去把之前旧的模式去改变，去把它割除。唉，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这段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星星牌、愚人牌，天，我看到这段关系对这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可能就是你命中注定必须要有这段关系，它就是你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必经的一环。虽然说你现在可能很痛，但这就是宇宙给你安排的人生剧本。这段关系是为了让你们可以获得新生，为了让你们能变成更好的自己，为了让你们找到自我。这段关系其实也是来疗愈你们的。虽然说过往的经历很痛，而且这个痛它现在也在延续，但是如果不经历这样的痛，你可能永远都看不到你的创伤，而且你可能也永远都无法相信世界上可能有一个人他是真的愿意来爱你、来接纳你的。这段关系就是帮你们疗伤的，然后让你们去改变，去做新的自己。哎，我今天读的牌都有些沉重，只能说就是亲密关系的课题的确很难，就是它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轻松的。但是对于这组朋友，因为你们也许有很多旧的创伤，而亲密关系它会是一个机会，让你们可以去看到创伤，去疗愈自己。哎，那就祝福大家吧，这就是给这组朋友的读牌了，谢谢。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好啊，你们选的是这个软木塞。我已经把标识你们双方能量状态的牌分成了左边一组和右边一组，它们分别对应到你们两个人，但是就是不确定哪一组对应到谁，有可能你对应到左边这组，也有可能你对应到右边这组。大家可以在我的讲述中呢来自行进行判断。如果你觉得好像两组都不太像，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别的选组。如果你觉得两组好像都有一点点像你的话，那可能你和你想的这个人，你们就是一个互为镜像的关系，可能你们在彼此身上都有很多对对方的投射。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解。首先左边这一组呢，你们抽到的是星币九、权杖手牌和圣杯国王。就这一组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点闷骚，就是就是你们的外表看上去是非常稳重，而且是那种
给人感觉就是很美丽，这种美丽更多是气质上的美丽，就是你们好像很有衣品，然后你们永远都表现的从容，不慌不忙，就给人感觉很优雅的感觉。但是呢，你们的内心其实又很躁动，就很我觉得这一组应该是外表和内心反差很大，就是你们内心有很多渴望，然后也会去做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很有活力。然后右边这个人呢，也是很有意思，右边这个人就有点这是太阳牌、恋人牌和圣杯九，就右边这个人就感觉很可爱、很单纯、不设防，然后就是有那种孩童般的天真。然后右边这个人可能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比较独特、比较跳脱，有自己的小小世界，就是可能一般人很难 get 到。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人他是一个男性，就比如别的，一般来说，一个直男去找一个女性去谈哲学，他可能并不是真的想谈哲学，但是这个人如果他是个男性，他去找一个女性聊哲学，他就真的只是想聊哲学，就就是很可爱，然后他又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有点像那种脱线少女的感觉，就她有自己的小世界，然后外人看来她可能就是好像，诶，呆呆的，但是其实她内心世界非常的丰富，然后她看问题有非常独到的视角。让我想想能想到什么例子吗？就有可能他看万事万物都会拟人化的看，就比如说这有一朵小花掉在了小狗的头上，然后他会说：“啊，小花和小狗在做朋友呢。”天呐，我可能是因为我不太有想象力吧，就是我举的例子有点有点蠢，但大家可以 get 到，就是就这一组的这个人就是那种很可爱，很思维很独特，然后这一组就是内心很躁动，但是外表很冷静。我觉得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真的很搭，就是有点好磕哦。哎，我有点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断联，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感觉这两组的人虽然听起来都有点跳脱，但是其实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成熟的，内核稳定的。我现在倾向于觉得你们会分开，有可能是现实上的、物质上的原因吧。哦，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左边这一组就是，虽然你们外表很稳重，但是其实你们内心你们就是发起火来，就真的可以烧毁一切的那种，只是你们就是可能一辈子都发不了一次这样的火。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一些事情触动到了你们的一些脆弱的地方，然后爆发了一些难以挽回的争吵，也有这个可能。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像是物质上的原因。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你想的这个人，就是他目前对你们过去这段关系，还有对你们这个人目前是什么样的看法吧。宝剑六和圣杯女皇，圣杯九，就是他们还是很喜欢你们的，很想你们，但他们好像又觉得和你们之间隔了一堵墙。要是他们现在回来找你们的话，就有一些无形的阻碍。这堵墙它有点像那种游戏里面的空气墙，就是你看不到它那个地方有实体的阻碍，但是你就是过不去。
我觉得这个阻碍它可能都像是内心的阻碍，那我要不再来问一下，这一组的你们想的这个他，为什么他们不不回来找你们？恋人牌，他觉得你们之间有很多二元对立不可调和，就是他看得很清楚，就是他很理性的分析，他觉得他很理性的分析，然后我觉得有点不太挽回。哦，圆盘五就是很多物质层面的现实层面缺乏支持，然后宝剑八，现实层面的支持，现实层面的阻碍，这个会是家庭朋友的不支持吗？唉。我觉得这一组就是牵扯了太多现实因素了，有可能是经济上的匮乏，或者是家人朋友的不支持，然后还有很多外界的声音在说你不应该和这个人在一起。然后他也能清晰的看到这些阻碍，但是这个清晰是他自认为的清晰，就是他能清晰的看到这些阻碍，然后觉得他做了一个理智的决定。啊，那我要再看一下，如果你们主动去找这个人，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你们主动哦，他很迷茫，他很害怕，嗯，他很害怕，但是有点蠢蠢欲动。唉，如果你们主动去找他，他会觉得很害怕，然后但是他们又很想他们其实也是想要和你们复合的，但他们一直在压抑自己的真实的内心。如果你去找他们，可能会就是触动起，就有点像点了个火，然后说不定他们就爆发，然后就开始去直面所有该你们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不会是瞬间的爆发，就是如果你们去主动联系的话，可能就是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持久战，然后他们才会去勇敢的来，打破就是他们给自己安的这一些限制。因为他们内心还是这里一个月亮牌，就是很深层的担忧和恐惧。但其实我觉得从这个牌面上看，你们其实是可以主动去联系一下他们试试看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没有对你说的话，一下子出了3张。他们想说结束吧，我其实没太有勇气去面对现实。就是他这3张牌出来，我觉得他就是很纠结，他想对你们说结束吧，但是他其实内心他也是在想，说不定我可以试一试去重新去打破这些阻碍，说不定我们可以试一试，但他一定要跟你说我们结束吧，不可能。那他还有什么别的想说的话吗？他觉得你们是很美好的，他觉得他配不上你们，就是这个配不上更多是指物质条件上配不上。但是他好像有点倔强，就是有点骄傲，他不好意思跟你们说出口，我觉得我配不上你们。那他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哦，他想说希望你们去找新的人，不要再在他身上停留。他想说他们过得很好，就是希望你们也可以离开他们之后过得好。他们是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获得更好的，他们是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走出去，真心的希望你们快乐，真心的希望所有美好都发生在你们身上。嗯。其实我觉得结合所有抽到的这些牌呀，我觉得他说希望你们就是自己过得很好，去找新的人，他可能不一定是真心话吧。我觉得他就主要这个人还是对自己有点自卑，有点匮乏感。然后如果结合所有抽到的牌，我觉得这组朋友如果想要复合的话，你们去找这个人，有机会，但是就是要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拉锯，就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你们愿不愿意消耗在这上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对你们的意义吧，这段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生命中？天，世界牌又让我感觉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关系。世界牌，圣杯二教皇牌，就是为了让你们更了解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个人你们和他如果就是能够找回联系的话，你们要不和他做朋友吧。我觉得这个圣杯二就觉得你们之间是很好的，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就是圣杯二就是那种友爱，就是它更多是就是双方知识上的相通，双方能够彼此理解、彼此看见、彼此支持。我觉得你们做朋友会是非常好的一段关系。不过再说回正题啊，就是这段关系对你们的意义就是一个这是你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然后让你们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让你们收获一个这样知心的朋友，然后获得全方位的成长，然后把你们的能量可以更好的使用到你们的生活中，然后看到自己更了解自己，看到自己想要的，看到自己应该去追求的路。那就祝福大家吧，这就是给这组朋友的解读了。